Bungie 这个曾经凭借光环系列在游戏界声名鹊起的开发商，不仅定义了第一人称射击游戏的标杆，而且全球范围内培养了庞大的粉丝群体。当他们宣布重启 Marathon 这款诞生于90年代的经典 IP 的时候，本应是玩家欢呼雀跃的时刻。然而，现实却截然相反，玩家的反馈充满了谩骂、嘲讽，甚至愤怒的情绪。这种负面反应并非完全针对游戏本身，而是源于 Bungie 多年以来积累的恶劣口碑。自从索尼收购Bungie以来，玩家对这家曾经独立自主开发的开发商的信任进一步的展现出了动摇的趋势。在命运1和命运2的运营中， Bungie 进行了一系列的迷幻操作，从高昂的微交易费用到直接删除玩家已购买的资料片内容，这些行为让粉丝感到背叛。马拉松的重启被宣传为一次对经典 IP 的致敬，但对许多玩家来说，这更像是 Bungie 在利用情怀牟利的又一次尝试。索尼在发布了 Marathon 的首支宣传片之后，立刻引发了全互联网的热议。视频中充满未来主义风格的画面和剪辑，以及一股神秘的氛围，让人不禁想到小岛秀夫作品中那种独特的电影化叙事风格。小岛秀夫以合金装备和死亡搁浅等游戏闻名，作品大胆前卫，充满个人特色。然而在我看来，马拉松的宣传片和那些作品在调性上有着相同的风格，但它仿佛是在刻意迎合某种流行趋势，而非发自内心的创作。更重要的是， Bungie 近年来在玩家心中的形象早已不再是那个创造光环的顶尖工作室了，而是一个被微交易、敷衍的更新和社区沟通不畅所拖累的商业化机器。很多人可能会说，这游戏都还没上线，你为什么就要批判它？我想说的是，这种偏见并非空穴来风，而是Bungie多年来积累的恶果。玩家们对马拉松的怀疑，很大程度上是对Bungie失去信任的延续。真是太让我失望了。大家好，欢迎收看第九频道，我是老九，在这里我们一起剖析第九艺术的真谛。Nice。俗话说得好，不要以一本书的封面来判断这本书的好坏。但是如果你连封面都不肯用心做，我很难想象你的内容将会有多么的乏味。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看这次争议最大的游戏美术风格。给大家3秒钟的时间看一下这两个角色的对比。3、2、1，是不是毫无违和感？就像是同一个游戏里面出来的。这一款游戏的人物设计采用高度未来主义的风格，全身覆盖一体，呈现出一种中性超现实的审美。说实话，我第一眼感觉这个游戏的美术风格跟索尼 BOSS 的心灵特工真的非常像。马拉松的角色设计显得缺乏个性，过于依赖冷峻的科幻美学，难以让玩家产生情感的共鸣。西方的游戏工作室近些年来在角色设计上似乎陷入了困境，为了追求未来感以及包容性，往往放弃更贴近现实、更有辨识度的设计。角色的美术风格显得过于抽象，仿佛为了迎合某种艺术化的概念，而忽视玩家的实际喜好。我实在是不明白，为什么对他们来说，设计一个很好看、很酷的角色会这么难。非要搞得每个人都像机器人、未来人一样。我有一个猜想，那就是在西方工作室的工作环境里，符合现代观众的审美已经成为了皇帝的新衣，谁都不敢站出来指认，因为没有开发者想要因此丢掉工作。然而讽刺的却是，当你制作的游戏中充满这种风格的角色，你可能不仅仅是丢掉工作这么简单，而是你整个公司都会直接倒闭。马拉松作为Bungie的起点，是一款在90年代定义了科幻射击游戏的经典之作。尽管它当年的影响力不如毁灭战士那样广泛，但其独特的叙事与复杂的关卡设计，使其在独特的玩家群体中拥有深厚的文化意义。然而2025年的马拉松重启却完全背离了原作的精神，它被改编成了一个服务型游戏，主打多人在线竞技的 PVPVE 模式，外加持续的内容更新。这种决定让许多老玩家感到失望，他们认为Bungie是在用马拉松的名号为一个与原作毫无关联的商业项目贴金。服务型游戏 AKA Live Service 在当今的游戏市场中并不少见，比如堡垒之夜、使命召唤战区，
这些作品凭借免费模式和持续更新吸引了数亿玩家，但这种模式的高风险特性也导致许多项目折戟沉沙。Bungie 显然希望借助马拉松和自身的品牌效应吸引更广泛的受众，但这种做法却让老玩家感受到了背叛。原作以单人体验为核心，强调沉浸式的故事与探索，而新版却变成了一个以多人竞技为主的标签化产品。一个如此具有历史意义的 IP， 为何不能以单机的形式重现，而是用来包装一个高度商业化的在线游戏呢？这种做法不仅仅是对马拉松产品的亵渎，也反映了在数十年间Bungie 在创作理念上的迷失。更令人担心的是，服务型游戏的成功依赖于持续的玩家参与和稳定的 cash flow。Bungie 在命运2的运营上早就已经暴露了它的短板，例如它更新的内容质量极其不稳定，对于社区的反馈，它的响应速度也是极其的缓慢。如今他们试图用马拉松这款服务型游戏进入一个竞争更加激烈的撤离射击市场，不禁让我怀疑Bungie是真的有能力兑现承诺，打造一个长期成功的服务型撤离射击游戏吗？而且 Bungie 之所以是 Bungie， 是因为其出色的 PVE 内容的设计。光环系列的战役模式以史诗叙事和精妙关卡成为经典，命运系列则凭借合作副本、团队瑞德和丰富的世界观吸引了玩家。然而马拉松却选择主打 PVP 的撤离射击模式，这种玩法以逃离塔科夫和猎杀对决为代表，注重高风险高回报的竞技体验。Bungie 的这一转型让许多玩家感到困惑，尤其是当设计师在采访中明确表示，如果你是命运2的玩家，那么马拉松可能并不适合你。就是这句话彻底点燃了他们现有玩家群体的愤怒情绪。命运系列的粉丝可以说是天下苦情久矣，他们对于开发商Bungie的各种操作可谓是忍耐多年。付费资料片被删除，游戏内成百上千的氪金项目，升级经验被故意限制等等等等。而如今Bungie不仅没有修复与社区的关系，反而公开表示要放弃核心受众，专注于一个全新的玩家群体，这无异于是对老玩家的又一次背叛。撤离射击游戏的核心在于紧张的生存体验，玩家需要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收集资源并成功撤离，失败则会失去全部装备。这类玩法虽然在硬核玩家中颇受欢迎，但是它的受众却极其有限，远不如传统 PVP 游戏，比如说吃鸡或者是 Apex 英雄具有其吸引力。Bungie 选择进入这一领域，就是在试图跟风市场的热点，但风险极高。这类游戏开发难度大，涉及装备系统、地图设计和网络稳定性等复杂要素。逃离塔科夫之所以能成为标杆，在于其系统的深度与复杂性，而马拉松的预告片给我的感觉却是其装备设计过于直观，缺乏深度，玩家难以通过探索发现道具的独特用途。这削弱了撤离射击的核心吸引力。就比如这个画面，我一眼就能看出这些道具的价值，因为他们已经给你标好了价格。而在逃离塔科夫这个游戏当中，当你发现一包香烟的妙用之后，你才会发现，哦，原来是这个样子。不仅如此，Bungie在 PVP 设计方面经验也是极其的有限。命运的 PVP 虽然有受众，但从未成为系列的亮点，玩家更多的是为 PVE 内容而留存。如今Bungie试图通过马拉松吸引 PVP 玩家，却忽视了自己真正擅长的领域，而这种舍长取短的做法让我更加怀疑Bungie是否理解撤离射击游戏的精髓。更加重要的是，索尼收购Bungie耗资36亿美元，而马拉松的开发成本并不会比新民特工的4亿美元少多少。在命运2收入不达预期的前景下，为了确保回报，Bungie可能简化游戏的硬核元素，以吸引更广泛的受众。然而这种妥协可能导致游戏既无法满足硬核玩家的需求，也难以打动大众市场。我敢跟你打包票，在游戏正式上线前，索尼和Bungie将投入巨额的资金进行铺天盖地的宣传，因为这场豪赌的代价在新民特工的暴死之后实在是太高了，索尼是一定输不起的。索尼他们家的订阅服务竟然还涨价了，羊毛出在羊身上，我们都在为新民特工的失败交税。更
更令人费解的是，马拉松并非免费游戏，而是定价40美元。作为一款服务型游戏，这个定价策略显得异常的大胆。服务型游戏通常依赖免费模式吸引玩家，再通过微交易实现盈利。而马拉松不仅要求玩家支付40美元的入场费，但我几乎连想都不用想，它肯定会包含巨量的微交易内容。什么付费皮肤、战斗通行证，还有各种需要大量时间解锁的项目，这种双重收费的模式令我困惑。一个本来就小众的撤离射击游戏，为何还要设置如此之高的门槛？以索尼自家的《地狱潜兵2》为例，这款同样定价40美元的游戏，凭借出色的合作 PVE 体验和相对公平的微交易系统，赢得了玩家的广泛好评。它的成功来自于 Arrowhead 这家开发商的 transparency， 也就是透明度和对社区的尊重。相比之下 Bungie 的命运2因为氪金选项的泛滥和反玩家的操作而饱受诟病。如今马拉松试图以相同的价格切入市场，但 Bungie 的名声在外，缺乏绝地潜兵2那样的口碑支持。对许多潜在的玩家而言，40美元的定价加上小众的玩法类型，足以让很多人望而却步。Later， 一个抓着玩家钱包拼命捞钱这么多年的公司，你怎么能够奢望他在发布新作的时候，玩家不戴着有色眼镜去审判他呢？Bungie 的困境并非孤立现象，而是当今游戏行业的一个缩影。怪物猎人荒野、博德之门3、艾尔登法环等游戏能够成功，靠的不是迎合大众的玩法调整，也不是依赖微交易和战斗通行证，而是对核心玩法的坚持和对玩家信任的积累。这些作品的开发商卡普空、拉瑞安、From Software 都是以品质为先，赢得了玩家的尊重，而 Bungie 和索尼却似乎走上了相反的道路。我们作为玩家已经受够了服务型游戏的狂轰滥炸，我们受够了这场没有尽头的马拉松。正如这个游戏的名字一样，我们需要好的游戏作品，而不是一部又一部的服务型游戏争夺我们的时间和钱包，让我们掉入一个又一个的付费陷阱。Anyways， 欢迎收看第9频道，感谢大家的陪伴。如果你也有对马拉松或者Bungie的看法，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也别忘了订阅、关注、点赞、收藏。我们下期见 ，Peace。这特好 I don't give a damn。我天，我觉得我是帮你省了100万，天哪，特好特好，你看你自己看。